东北汉子张冲为什么会听蒋小鱼的指挥呢？不是尊敬，而是他骨子里对蒋小鱼的佩服。先不说张冲的媳妇是蒋小鱼帮忙说好的，如果没有蒋小鱼，张冲的军旅生涯可能早就结束了。一个是满身江湖气、油嘴滑舌的蒋小鱼，另一个是眼里没有任何人的秃头张冲。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，竟然成了接近无敌的组合。要知道，张冲初入军营时自带一身的野性，可能是从小在原始森林长大的原因。他不仅身手了得，力气也是大得吓人。别说是人了，就连熊他都不放在眼里。而这也导致他最初一直我行我素，成了一头没人能驯服的野兽。可谁都没想到，他竟然会对新兵连最不靠谱的蒋小鱼言听计从，不仅放下了身上的刺，直接化身成蒋小鱼身边的二傻子，让他干啥他干啥，让他摔瓶子他就擒大杀，完全成为了工具人。但这份跨越性情的兄弟羁绊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而是两人之间生死历练换来的结果。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海边营救被困潜水员，当时的蒋小鱼就是浑身的社会气息，嘴里还一直跑火车，可以说是张冲最瞧不上的那种人，没有气场，也没有出众的身手，完全就靠一副嘴皮子。这对于能动手就不吵吵的张冲完全就是对立面。所以蒋小鱼刚到新兵宿舍时，张冲才会对着他瞪眼珠子说话，根本没好气。这位兄弟怎么称呼？张冲。哦，张冲兄弟，你这是要考考咱的能耐啊？那是骡是马，你牵出来溜溜。说到两人关系改变的开端，必然是被下放到海训场看场子，遇到了同一个师傅刘小山。邓九光和刘小山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兵，两人可以说眼光十分毒辣，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什么样的兵。对于蒋小鱼，两人都知道他脑子里的鬼点子，如果用到正地方，那一定是个好的指挥官。而张冲只要弥补了性格的短板，那简直就是当代项羽。所以刘小山在剧中也不止一次的暗示张冲要多听蒋小鱼的安排，跟他相结合。就算刘小山牺牲后，邓九光也教会了三人最重要的东西——团结。我的独门秘籍你们已经学会了啊，就是合作。要知道，东北汉子张冲从来没被人正眼看过，所有人都把他当怪物，甚至连一次生日都没庆祝过。可到了海训场，是刘小山给了他归属感，还给他过了人生中第一次生日。所以在张冲的心里，他最敬重的人就是刘小山，就算是武刚和龙百川都得靠一边。因此听蒋小鱼的指挥也算是遵从了师傅的遗愿。同时在海训场的日子无聊又干燥，张冲和蒋小鱼愣是彼此扶持，熬了整整1年。他们之间的战友情早就悄无声息的疯狂增长。可说到张冲彻底折服于蒋小鱼的时候，那必须是马尔斯选拔中最后一环节，绝望岛真人吃鸡。当时的张冲离开了蒋小鱼，又恢复成了目中无人的莽夫，满地图的找人打架，就算遇到同部队的八郎都是上去一顿锤，最后还把他踹下了楼。在海边被水妖偷袭后，情绪瞬间上头，完全没注意自己是在悬崖边，最终也因为决斗的太激情摔下了山谷，陷入到了濒死的绝境。不瞒你们说，当时看到这里，我还以为张冲要被淘汰，后期走后门硬塞进去的呢。好在张冲稀里糊涂的跟蒋小鱼遇见，向来冷静的鲁岩只想着救他性命，说着就要打响他的信号枪。可蒋小鱼心里最清楚张冲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好强好胜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做主将他淘汰，可以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。于是蒋小鱼找遍了整个绝望岛为他寻找急救包，甚至还在鲁岩给他治伤时向战神发起了挑战。小雨，咱俩1对1，你要是打倒我，你想干什么都行。蒋小鱼不仅留住了张冲的晋级名额，甚至还把项羽也拉到了自己的队伍中。等再次遇险时，他再一次挺胸而出，向蝰蛇苏卫又发起了挑战。蒋小鱼，你打不过他，赶紧给我离开！打不过我也要打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。虽然蒋小鱼平时看着自私，但到了关键时刻，他骨子里的担当就全都显现了出来。从蒋小鱼抱着苏卫同归于尽，重重的摔在地上那一刻，张冲的笑容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那一份恩情早已超过了兄弟，甚至是战友。除了感情之外，还有蒋小鱼超乎常人的脑子，也让张冲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张冲作为天生的猛将，可以说是有勇无谋，而且他最想的就是证明自己。可没有一点脑子的张冲就像个无头苍蝇，打来打去都像个小丑。自从有了蒋小鱼在他身旁，他的短板可以说全都被完美弥补。他见过无数次在绝境中，蒋小鱼仅靠一张嘴或者一个计谋就成功化解所有人都头疼的难题，关键是还能反败为胜。你说张冲傻，但他是真的傻。蒋小鱼到底厉不厉害，他当然能分清楚，不然也不会最后闯到海盗老窝时，蒋小鱼让他摔什么他就摔什么。张冲可不是什么不怕死，他是100%相信蒋小鱼让他这么做一定有道理，最关键的是还不会有生命危险。秃子，他骂他呢，去开闸，
捡贵的子。好嘞。而蒋小鱼最难得的地方就是没人比他再懂张冲了。不说别的，两人还不熟的时候，他就一眼看出来，张冲仅看了一眼大巴车上的乌云，就断定他一定喜欢乌云。同时，日常生活里他从来不跟张冲计较，一直包容他的脾气。你见过蒋小鱼跟鲁岩吵架，甚至跟师傅刘小山吵架，但你什么时候见过他跟张冲吵架？他太清楚张冲是什么人，吃软不吃硬。所有人都想用讲道理和部队的规矩去压制他，但反而会适得其反。蒋小鱼则是顺着他的性格相处，什么事都等气消了，再用开玩笑的方式跟他说：张冲同志啊，我必须严肃地批评你。咋的了？今天乌云走，你不但没有送，还骂我滚犊子，还一下子啪把窗户关上，差点没砸住我鼻子。他从不和张冲硬碰硬，懂得给足他面子，懂得顺着他的性格劝导。平日里会用玩笑化解他的戾气，在他冲动犯错时，不会当众指责嘲讽，而是私下里劝解疏导。如果要用感情里的话来形容张冲和蒋小鱼那两人，就是4个字：双向奔赴。